和老公结婚后，她终于不装了，稍有不满就对我拳打脚踢。我向公公婆婆求助，希望他们能救救我，可是他们却说他这是爱你，不然他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？肯定是你没把我儿子伺候好，他才会打你。你应该好好反省自己。为了给他儿子留出空间，老两口还特地搬了出去。后来他们看见被我伺候成300斤的老公，发了疯似的质问我：你到底给他吃什么东西？我决定嫁给郑旭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劝我，让我好好想清楚，毕竟他已经是个2婚男了，而我还是头婚。可是我坚持要嫁给他，甚至不惜和家人决裂。为了省钱，我们没有办婚礼，只是领完证后邀请亲戚朋友一起吃了一顿。因为座位不够，郑旭对我说：老婆，你是主人，把位置留给这些客人吧，你就在旁边等会儿，他们吃完了你再上桌。我点点头，笑得十分乖巧。好的，老公，我都听你的。我站在旁边，像是服务员似的，给他们端茶倒水。饭桌上，几个我不认识的亲戚纷纷向郑旭竖起大拇指。你小子真是艳福不浅，才走了一个，现在又来一个，这次这个听话，你以后对人家温柔点。郑旭已经喝了好几杯酒，脸上隐隐有些红晕，不在乎地摆了摆手。女人都是贱皮子，越打越听话。我站得不远，饭桌上的话一字不漏被我听了过去，但是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笑意，仿佛他们说的话都跟我无关。恰好这时，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转头看去，是郑旭的一个表妹，她表情十分难看，将我拉到了角落。你真的要嫁给他吗？趁着现在赶紧跑吧。她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是依旧难掩激动。我们都领证了，我不跑，我要留下来和你哥过日子。你真是疯了，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变态，最喜欢打老婆。他上一个老婆就是被他打成了终身残疾，后半辈子都只能挂着粪袋生活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难道你也想步他的后尘？天哪，这么惨啊！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神震惊。表妹还以为被我说动了，想要催促我赶紧跑路。肯定是那个女人做了什么让郑旭不高兴的事儿吧，不然平白无故的打他干什么？说不定是他在外面乱搞，被郑旭发现了。我拍了拍表妹的肩，我都和他领证了，这辈子都跟定他了。表妹此刻的表情仿佛吃了1斤屎。我看你真是没救了，好心提醒你，到时候被打死可别来找我。我也懒得再跟他废话，你怕不是嫉妒我能嫁一个这么好的男人吧？宁拆10座庙，不破1桩婚，你懂不懂？真是缺德，神经病！我看你真是神经病，我就多余提醒你。表妹直接被气笑了，一把推开我就跑了。酒过3巡，亲戚朋友都吃得差不多了，郑旭坐在位置上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手里还拿着酒杯。老公，别喝了，我们回家吧。我上去扶起他，准备往外走。我要把这剩下的一点喝完，你别拦我。郑旭推开我，重新坐回位置上。我只能默默看着他喝完了所有的白酒，最后像是死猪似的瘫在座位上。依依，快把你男人扶回去，今天可是你们的大喜日子。公婆站在一旁，看着我艰难地把他扶起来，也不打算搭把手。我开着车将郑旭带了回去，把他放在了床上。剧烈的颠簸让郑旭醒了过来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杀意，从床上站起来，一脚踢翻了我。就是你拦着老子喝酒是吧？别以为结了婚你就能管我了，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一下你。他摇摇晃晃冲过来，对着我拳打脚踢。我蜷缩在地上，双手护着头，一声不吭。郑旭自己打累了，
再加上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她觉得没意思，就收了手，躺回了床上。不一会儿就开始打呼噜了。我从地上站起来，站在床边看着她，随后一瘸一拐走出了房间，准备找点药。刚好这个时候公婆也回来了，看见我这样，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我渲然欲泣，把身上的伤痕露出来给他们看。爸妈，郑旭居然打我！说着我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婆婆看着我这副凄惨的样子，居然捂着嘴笑了起来。哎呦，这是好事儿啊，说明我儿子心里有你，不然他怎么只打你不打别人？你也别太大惊小怪了，哪有女人不挨打的？既然嫁进来了，就安心跟我儿子过日子，这点小事忍忍就过去了。婆婆的话音刚落，公公冷哼一声：“矫情，你可别想着跑，你和我儿子都领证了，你要是敢跑，就把你的腿打断。”我瞳孔一缩，像是被吓坏了，机械地点了点头：“不，我不跑。”婆婆轻拍了一下公公：“孩儿他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能往哪儿跑？他一个孤儿，连个撑腰的人也没有。”两个人警告般的看了我一眼，我立刻站直身子，看着唯唯诺诺的样子。第二天郑旭醒来的时候，我立刻端出一碗醒酒汤：“老公，这是我专门给你熬的，快喝了吧。”郑旭满意的端过碗喝了一口：“你想烫死我呀？这么烫！”下一秒，他脸色骤变，把一碗醒酒汤全部砸在我身上。这汤可是我一大早起来做的，根本就不烫。郑旭只是想故意找茬罢了。不过我也不生气，低眉顺眼站起来：“对不起，老公，我重新给你做一碗，还不赶紧去？”第二碗醒酒汤端到他面前，他终于满意了。桌上我已经做好了早饭，一家子坐在桌前吃了起来。忘了跟你说了，在我们家，儿媳妇是不能上桌的。你端着碗去厨房吃吧。郑旭吃得满嘴流油，指了指厨房的方向。他看着我的脸，想看我究竟会不会反抗。要是我露出一点不满，他就会立刻对我动手。可惜让他失望了，我不仅没有不满，反而还是十分高兴地走去了厨房。郑旭一拳打在棉花上，表情有些扭曲。婆婆夹起一个包子放在她面前：“赶紧吃，吃完还要上班呢。”这包子是我亲手做的，十分符合他们的口味。郑旭一个人就吃了15个，我隔着玻璃看着他吃得这么香，笑得更开心了。多吃点吧，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。饭后，我拿出一个饭盒：“老公，食堂的饭菜不健康，以后每天你就吃我给你带的饭吧。”郑旭接过饭盒，打开看了看，里面都是他喜欢吃的菜。算你懂事，我的厨艺十分符合郑旭一家子的口味。郑旭带着饭盒去了公司，同事们都十分羡慕他，这也让他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。不过他依旧经常对我动手，倒不是因我做了什么，只是他单纯的想要发泄生活当中的不满罢了。短短3个月，我就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整个人瘦了10几斤，动静大到楼下的邻居都听不下去了。趁着郑旭不在，偷偷上来找我，问我需不需要帮助。我肿胀着一张脸，表情绝望：“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邻居也是一个宝妈，看向我的眼神有些恨铁不成钢。要是我老公敢打我，我一定拿起菜刀跟他拼命。你不能一直忍受下去，他会觉得你好欺负的。其实我老公不打我的时候，对我还挺好的。你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我爱我老公，他一定会改的。你怎么这么傻？他之前就喜欢打老婆，打跑了一个又来了一个，他不会改的。要是再有下次，我就帮你报警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心中划过一阵暖流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报警是没用的。那本鲜红的结婚证就是他最好的挡箭牌。
送走宝妈后，我回家收拾了一番，准备出去买菜。郑旭刚刚打来电话，晚上要带同事回来吃饭，让我多做几个菜。我在菜市场买完菜后，去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。老板认识我，还没等我说话，就拿出一袋粉末放在柜台上。吃得这么快，你们家可真能吃。我敲了敲柜台，是啊，他们就喜欢吃我做的饭，吃得可香了。你直接给我来2袋吧，1袋不够，再给我1管那个。春天来了，得抓紧让他们配种了。我在厨房忙了3个多小时，终于做出了一桌满汉全席。这个时候，郑旭也带着同事回来了。老婆，饭做好了吗？在同事面前，他装出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，拉住了我的手。不过我身上的伤痕怎么都遮挡不住。他的同事看见我后，愣了2秒。郑哥，嫂子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还不等他说话，我就先开了口。我骑电瓶车买菜的时候摔的，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？地上滑，同事也懒得管别人的家务事，听见我这么说，轻易就相信了。郑哥，嫂子可真贤惠，摔成这样还给你做饭。郑旭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我老婆就是爱我，我都让她好好休息了，可是她坚持要给我做饭。是啊是啊，我老公就喜欢吃我做的饭，一天不吃都难受。别说这些了，赶紧做吧，饭马上就好了。郑旭安排同事们坐下之后，借着端菜的间隙来厨房警告我：我告诉你，我马上要升职了，你给我安分点，不然老子打死你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放心吧，老公，我肯定不给添麻烦。一盆盆菜被端上桌，最后我端出一碗鲜美的鸡汤放在郑旭面前。老公，这是我特地给你熬的，对你的身体好，记得喝呀。郑哥，嫂子对你可太好了。是啊，我老婆在家里从来不做饭，嫂子的手艺可真好，比饭店里的饭还好吃。听着周围人的夸赞，郑旭将那碗汤一饮而尽。不用想，饭桌上肯定是没我的位置。我像是餐厅的服务员，站在角落，方便随时服务他们。一群人一边吃饭一边喝酒，到了晚上10点才各自离开。郑旭脸颊通红，不过却不是因为酒精。我依次将他的同事们送走，还没等我关上门，身后就传来碗碟碎裂的声音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？我都说了我不吃香菜，你今天每道菜都放点香菜是几个意思？虽然你不吃，可是你的其他同事都要吃，人家都能吃，怎么就你不行？郑旭没想到我居然敢顶嘴，沉默2秒后，突然抓起手边的碗向我砸来。反了你的，居然敢顶嘴！我看你是皮痒了。他猛地朝我冲过来，一个飞踢，差点让我把胆汁都吐出来。老子今天就揍死你！贱货，居然敢顶嘴！我今天就要好好修理你！郑旭打得正起劲，门口突然传来细微的响动，接着就是众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。我们俩偏头看过去，就看见郑旭的同事们去而复返，站在门口看着我们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我跟我老婆闹着玩呢。郑旭表情慌张，不知道该作何反应，最后五官都扭曲了起来。我手机落在你家了，回来取一下。为首的人是郑旭的领导，他率先走了进来。另外一个同事则是露出了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对领导说：李总，我觉得有暴力倾向的男人不太适合在我们公司工作，要是以后他打客户怎么办？领导沉默片刻，看了一眼郑旭，没有说话。郑旭急得额头冷汗涔涔，想要追上去解释，恰好这时警察也来了。又是你啊，郑先生，又在打老婆。警察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了，看见郑旭就调侃道：
同事们表情各异，但是大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神情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跟我老公闹着玩儿呢，辛苦你们跑一趟了。也不知道是谁这么讨厌把你们叫来了。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老公对我可好了，见闹大了。刚刚还在旁边看着我被打的公婆也凑了上来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我儿子就是和儿媳妇打闹一下，小夫妻哪有不吵架的？你们也太大惊小怪了，这都是家务事，你们就别管了。”警察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有些恨铁不成钢，但这是两口子的事儿，他们也不好过多插手，只是警告了几句就离开了。此刻郑旭那些同事看向我的眼神里也有了一些同情，尽管我拼命解释，但是事实就摆在他们眼前，他们根本不相信我。郑旭看我在警察和同事面前帮他说话，也没有再继续打我。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，还是因为他肚子里现在憋着一团火呢。他还以为是他酒喝多了，睡一觉就能好。可是这团火一直到凌晨都还没消下去。他从床上爬起来上了个厕所，迷迷糊糊中回到了卧室，旁边刚好躺在一个女人。他还以为是我，看也没看手就摸了上去。啊！寂静的深夜，一声尖叫响起，我躺在床上，低低笑了起来。小畜生，你要对你妈做什么？公公一声怒吼，打开了灯。床上郑旭正骑在婆婆身上，两个人衣服都脱了。没想到公公睡得还挺死，衣服都脱了才醒过来。公公先翻了郑旭，抓起皮带就是一顿抽。哎呦，别打，别打了爸，我进错房间了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呀，爸。婆婆脸颊通红的抓过被子盖住自己的身子，公公一脚踹了上去，一把年纪了还发骚，不要脸的东西。我站在屋外，听着这几个人的动静。郑旭现在也是一把年纪了，教训两下意思意思得了。公公恨不得把他打死，他也忍不了，一把抓住皮带丢了出去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都说了是意外，你再打一个试试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，小畜生，我真是白养你了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郑旭冷笑一声，这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有本事你就滚出我家。公公此刻已经被怒火冲昏了头脑，二话不说就要收拾东西回老家。我也没闲着，赶紧帮他收拾东西。一大早，两个老东西就拎着东西离开了。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，以后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郑旭冷笑一声，快走吧，叔叔。公公被气了个半死，郑旭爱打老婆的事儿被同事添油加醋传播，现在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他每天回家都拉着一张脸，为了安慰他，我每天都给他做一大堆好吃的安慰他。才吃了1个月，郑旭就胖了20斤。结婚前，他身高1.7米不到，体重本来就偏胖，现在整个人胖了一整圈，动作也迟缓了不少。但是这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这天，郑旭的领导将他叫进了办公室，告诉了他2个坏消息：第一，升职轮不到他了，给了别的同事；第二，因为现在他在公司风评太差，公司决定让他毕业。他拿到了一笔赔偿金，然后就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。晚上郑旭回来，看见我一边哼歌一边做饭，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唱个屁！老子工作都被你唱没了。我愣了2秒，立刻开口安慰他：那破公司不要你是他们的损失，你这样的优秀人才去哪儿不是被抢着要？我今天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猪蹄，多吃点，工作慢慢找就行了。郑旭被我捧得飘飘然，没有对我动手，化悲愤为食欲，狠狠地吃了鸡大碗饭。现在他没有工作，每天都窝在家里，沉迷上了打游戏。我每天给他做5顿饭。
下午吃甜品，晚上吃宵夜，再加上不运动，他的体重很快就来到了200斤。此刻的他看着就是一个正方体。在有一次他想打我，但是使不上劲儿的时候，他突然问我是不是应该减肥了？这可把我吓坏了。我好不容易喂胖的，怎么能减肥呢？老公，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，比电视上面的明星还帅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男人就是要壮一点，能保护女人。你现在这样特别有男子气概。郑旭被我说动了，也不再提减肥的事儿。不过增肥容易减肥难，他根本没这个耐心运动节食。想减肥，那可是难上加难。在我的精心饲养之下，郑旭的体重一天天胖了下去。这天在电梯里碰见楼下宝妈，她对我说：“最近你老公对你还不错吧？”郑旭现在胖得像座肉山，稍微走2步就气喘吁吁，更不要说对我动手了。我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老公现在对我特别好，你自己还是得支棱起来。他打你你就打回去，毕竟现在离婚费劲，还是得保护好自己。”我点点头，十分认可他的话。离婚确实挺费劲的，还是丧偶比较简单。公婆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，之前在城里过惯了被人伺候的好日子，现在回到老家，事事都要自己亲自动手。2个人一商量，决定找个借口和郑旭和好。2个人回到家里，脸上带着笑：“儿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和你爸回来看你了。”郑旭戴着耳机正在打游戏，没听见他们的声音。2个老东西走进去，就看见一头正在打游戏的猪，瞬间瞪大了眼睛：“儿子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婆婆激动地捧起他的脸，从那一堆肉里找出了五官，终于确定这是自己的儿子。“你们怎么回来了？”郑旭还记着之前的事，对他们没什么好气。“我和你爸担心你，想回来看看，这才多久没见呢？你怎么就胖成这样？”恰好这时，我捧着一个刚做好的奶油蛋糕走了进来。“爸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一起吃点呢。”郑旭看见蛋糕，眼神亮了一下：“怎么做的这么慢？我都快饿死了。”我赶紧把蛋糕放在他面前：“家里没有奶油了，我出去买了点。”他没再多说什么，而是双手捧起蛋糕，把整张脸都埋进去，大口吃了起来。公婆看见眼前这幅场景，已经吓呆了。养过猪的都知道，郑旭现在吃饭的样子，特别像一头猪。“谢一，你到底给我儿子吃了什么？”婆婆抓住我的手，歇斯底里地质问道。我一脸茫然：“就是吃正常的饭呐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老公吃的可香了。我这是爱他才会做饭给他吃，不然我怎么不去给别人做饭？凭我的手艺，开个饭店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”婆婆被气得差点吐血，直接抢走了郑旭手里的蛋糕：“不准吃了，不准吃！儿子，你该减肥了呀！”郑旭一把推开婆婆：“减什么肥？我一点也不胖，是不胖，也就普普通通300斤吧。”婆婆气得想对我动手，我立刻躲在了郑旭身后，她把我挡得严严实实，婆婆的巴掌就落在了她身上。“神经病，滚出去，滚出我家！”看见郑旭嚷嚷着想把他们给赶走，婆婆终于冷静下来，不敢再说什么。她心里清楚，郑旭现在胖成这样，再不减肥，将来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。所以晚饭的时候，她连厨房都不让我进，决定给郑旭做减肥餐。想都不用想，郑旭肯定不愿意吃，她直接把饭碗倒扣在婆婆的头上：“这什么东西，比屎还难吃！你去给我做饭，我晚上想吃汉堡。”她转头命令我，我立刻钻进厨房，开始捣鼓汉堡，顺便从柜子里拿出一袋粉末，还剩下了最后一点，我全部加了进去。
我也没想到公婆今天会回来，粉末的包装袋还没来记得处理，我把它揉成一团，丢进了垃圾桶，接着又找了些垃圾，盖住了上面多胞胎猪饲料的字样。郑旭能长这么胖，全靠这些东西。汉堡很快做好，郑旭一口气吃了5个。饭桌上，我主动提出：“老公，我闺蜜邀请我们2个去泰国玩，我们一起去吧。”郑旭翻了个白眼：“老子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你还想着出去玩？玩个屁呀！我闺蜜出钱啊！你要是愿意去，机票和酒店她都给我全包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孤儿，除了你，就是以前在孤儿院认识的几个好闺蜜了。上次我们结婚，她也没来参加，她也是想见见你。”我从手机里找出照片，看着上面的豪车和别墅，郑旭的表情有所松动，继续往后滑。一个身材凹凸有致的美女出现在手机里，郑旭的眼睛都看直了。这就是你闺蜜呀？是啊，漂亮吧？她在泰国嫁了个好老公，现在住的是海景别墅，出行都是劳斯莱斯。这下她还有什么不同意的？立刻决定跟我一起去泰国。我很快买好了机票，收拾好了行李，在准备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去了一趟疗养院。病床上，一个瘦弱苍白的女人呆呆地望着窗外，她的肚子上挂着一个袋子，里面已经有了一些黄色的排泄物。听见门口的动静，姜薇转头看向我，我笑着走过去，拍拍她的肩膀：“我们明天准备飞去泰国了，你想去看看它的结局吗？”姜薇的眼神瞬间变得愤怒起来：“去，我必须要去，我要这个畜生千刀万剐。”我和姜薇是在孤儿院认识的，不过她比我好一点，被一户好心的人家领养了。送她离开那天，她哭着对我说：“谢一，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千万不要忘了我。”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，她知道我在孤儿院过不得好，时常寄东西给我。后来领养她的那户人家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对她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姜薇认识了郑旭，那个时候郑旭十分擅长伪装，处处对姜薇嘘寒问暖。曾经因为姜薇随口一句想吃一家很难买的草莓蛋糕，就排了一整晚的队给她买来。从小就没有感受到多少爱的姜薇，很快就被他感动了，2个人也就顺势谈起了恋爱。我现在都还记得姜薇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那幸福的样子。我从小被父母抛弃，生长在孤儿院，我知道世界上任何人都靠不住，除了自己，亲生父母都可以将自己抛弃，更不要说刚认识不久的男人了。可是姜薇还是义无反顾地扎了进去。大学刚毕业就要和郑旭结婚，婚礼由郑旭一手包办。他爸妈说孤儿来参加婚礼晦气，姜薇还跟他们大吵一架，想让我去当伴娘，但是我不想让他为难，只是包了个红包给他，没有参加婚礼。婚后，郑旭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，开始家暴姜薇，将她打进医院好几次。姜薇先向公婆求助，但是得到的只是一句打是亲骂是爱。后来她又选择向自己的养父母求助，可是对方早就不想再管她，只当她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直到姜薇被打进医院，我这才知道她原来一直在遭遇家暴。每当她想要报警的时候，郑旭就会拿出他偷拍姜薇的私密视频威胁她，如果她被警察住了，这些视频就会传播到网上。正是这一次次的隐忍，才让姜薇彻底坠入了深渊。郑旭得知她终身只能挂着粪袋生活，嫌弃她恶心，果断和她离了婚，1分钱财产也不留给她，养父母那边也没有人管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终于联系了我，我出钱给他做了手术，救了他的命。
可是心底的创伤却永远无法愈合。姜薇做完手术后，好几次都想要自杀，看着她日渐枯萎下去，我就发誓一定要让郑旭付出代价。我就随便跟他制造了几次偶遇，他就上钩了。在知道我是孤儿的时候，更是眼睛都亮了。毕竟，只有没有依靠和根基的孤儿，才能被他随意打骂。自从和姜薇离婚后，他已经装成正常人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此刻正是手痒痒的时候，在领到结婚证的那一刻，他眼里爆发出兴奋的光。只是他没发现，我比他更兴奋，终于可以开始动手了。结婚后，他吃的每一顿饭里面都被我加入了猪饲料，我像喂猪似的喂他，看着他越来越胖。而现在收割的时候到了，我给姜薇买了一张机票，让他坐下一班飞机去了泰国。郑旭因为太胖了，一上飞机一个人占了2个人的座，没办法，空姐只能把我挪到其他位置坐下。泰国的天气有些热，走出机场后，郑旭不停流汗。你闺蜜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呢？热死了，怎么这么热呀？我看了看手机，老公，我闺蜜公司出了点事，来不了了，我们先打车去酒店吧。等我们到了酒店之后，我拿出手机发了一条消息，对面很快回复了我一个 OK。老公，我闺蜜来接我了，我们下去吧，车已经在等我们了。等到郑旭上了车，我借口忘带手机了，留在了原地。老公，你先去吧，我打个车就跟上来。郑旭耐心耗尽，不耐烦地摆摆手，就你事儿多。车门缓缓关上，我朝着车屁股挥了挥手，再见了呀，再也不见。我和姜薇在泰国疯玩了1星期，要回国的前一天，我们决定去这边的特色街区逛逛。五光十色的灯光下，空气都是糜烂的，每家店门口都站着一些漂亮的人妖招揽生意。在这里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看不到。街边一家小店门口用中文写着猎奇人猪展览。我和姜薇买了票走了进去，进门的时候，一对中国情侣刚好走出来，太恶心了，我的妈呀，我快吐了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肥的人，简直比日本的相扑选手还肥。我和姜薇走了进去，店里正中央坐着一个胖得看不清五官的人，但是我和姜薇都知道，这是郑旭。我精心喂养他到现在，为的就是把他卖一个好价钱。他身上的肉堆了一层又一层，像是一滩烂泥，脸上画着滑稽的妆容，眼神却是十分空洞。旁边一个泰国人问我愿不愿意加钱体验特殊项目，我立刻同意了。交了钱，他给了我和姜薇一人1根鞭子，让我们赶猪。看着我们2个人手里的辫子，上面的人表情终于害怕了起来，眼睛里也有了一点神采。在看见我们的脸后，更是激动起来，张着嘴想说些什么，但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人猪是不需要说话的，所以他的舌头已经被割掉了。姜薇几乎使出了全部力气，把他抽得皮开肉绽。他打累了就换我，我累了他继续接着上，一直到鞭子都打断了，我们才结束。走出那家店，姜薇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，真好，我还活着。是啊，至少我们都还活着。但是郑旭将在这可怕的地狱里继续生不如死、不人不鬼地待下去。回国后，公婆看见郑旭没有和我一起回来，激动地问我人去哪儿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他非要去看人妖，这一去就是好几天，还让我一个人回来。可能现在还在哪个泰国女人的温柔乡里吧。公婆冷哼一声，我儿子想找谁那是他的自由，你自己管不住男人就算了，可别想怪我儿子。我眼神真挚，我怎么会怪他呢？我爱他还来不及，我就在家里等他回来。起初这2个人还真的以为郑旭是在国外找女人玩，毕竟那边漂亮的男人女人多，
一时贪玩多玩了几天也正常，但是一直过去了1个月，郑旭都渺无音信，连电话也不接，只是偶尔发来几张生活照。会不会出事了呀？我听说那边乱得很，婆婆有些担心地问公公。他那么大个人，能出什么事？再等等，他自己玩累了就会回来。公公说完后瞪了我一眼，我饿了，快点去给我做饭。他们没有意识到，自己的身体也像郑旭一样，慢慢膨胀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离不开我了。时间又过了半个月，这次郑旭是彻底没有消息了，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，我也不知道，毕竟人猪展览是流动性的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去其他国家展览了。就在这2个老东西日夜担忧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有人说知道郑旭在哪儿，他们第一反应还以为是骗子，想要骗钱的。表妹此刻的表情仿佛吃了1斤屎，我看你真是没救了，好心提醒你，到时候被打死可别来找我，罪我儿子在哪儿？你快让他回来。对面很快发来一个地址，他在这人吃得好住得好，最近都不打算回国了。可是郑旭已经消失几个月了，他们也想要确定他过得好不好。爸妈，要不你们去泰国把他找回来吧，毕竟这儿才是他的家，一直待在国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这2人从来没有出过国，闻言都有些胆怯，但是一想到自己儿子还在国外，这2个人咬咬牙，还是决定走一趟。2个人跟着地址找过去，就看见舞台正中间的人，几个月不见，郑旭似乎更胖了。婆婆是最先反应过来的，她瞪大双眼，死死看着舞台上的生物，喉咙仿佛被一团棉花塞住，一句话也吐不出来。下一秒，她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公公也发现了舞台上的类人生物和自己的儿子长得有些相似，但是他在心里告诉自己，那一定是错觉。郑旭也发现了他们俩，心里升起了一丝希望，嘴巴一张一合，想要求救，可是他的舌头已经被割掉，只能发出一些短短的音节，巴啊巴巴巴。公公也听见了这些求救，但是他已经顾不上了，只想尽快把婆婆送去了医院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在国内这段时间，婆婆早就已经得了3高，再加上情绪一激动，死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尸体没办法运回国，公公只能抱着骨灰回来。这一趟既没有找到儿子，老婆还没了，公公直呼晦气，晦气，真晦气，白跑一趟。早知道我就不去了。我微笑看着他，怎么会是白跑一趟呢？你不是已经见到郑旭了吗？我哪儿看见了？我连根毛都没发现，肯定是被骗。突然，他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他的确见过郑旭。你把郑旭骗到哪儿去的？那怎么能是骗呢？人家外国友人好心收留他，还给了他一份工作，多好啊！我话音刚落，公公就像一头绝望的野兽，双眼充血，嘶吼起来。他扑上来想要打我，被我一脚踢飞。我也不想再看见他，找人把他弄回了老家。后来听说他精神出问题了，抱着猪圈里的大肥猪喊儿子，最后一个麻烦也被解决。我把郑旭的房子卖了，带着姜薇去了新的城市，新的生活在向我们招手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被男友背到婚房门口时，我突然被人从背后踹了个狗吃屎，婆家亲戚哈哈大笑成一团。跪了跪了，新媳妇跪了，跪都跪了，再磕个响头呗，多喜庆！一旁的婶子拿着相机咬牙切齿喊：贵芳，摁住他脑袋磕，给他个下马威。看着他妈伸过来的魔爪，我眼疾手快地摁住男友的脑袋，哐哐往地上砸，然后问他们够不够响。
够不够喜庆？全场一片寂静。婚车门打开的时候，李辉已经蹲在了我面前。按照当地的习俗，他要把我背到楼上。这期间，我的脚不能沾地，自然也不能穿鞋子。我们婚房在10楼，我趴在他的背上，看着电梯一路往上升，一直顺利到10楼。电梯门打开，门口挂满了大红色装饰和气球，地上铺着红色地毯，走道里也站满了人。见我们出来，大家又是起哄，又是打礼炮的，好不热闹。就在李辉一只脚已经跨进大门的时候，不知是谁突然一脚踹在了我的屁股上，力道很大。李辉没有站稳，立马摔了个狗吃屎，我也摔了个屁股蹲，就连头饰都掉下来砸在了地上。我以为是哪个人恶作剧时，却听李辉他妈突然在背后哈哈大笑起来：“跪了跪了，新媳妇跪了！”我抬头看去，却见李辉他妈和他家7大姑8大姨笑成一团，纷纷拍手叫好。一旁的摄像师对我们咔咔咔拍个没完。他妈还嫌不够热闹，直接伸手拿过摄影师的录像回放给大家看。你看我这一脚多及时啊！刚好是我儿子一脚跨进门的时候，就是新媳妇是不能顺利进门的，就得来个下马威。他家婶子在一旁连连点头，又笑得不怀好意地冲我喊道：“跪都跪了，磕个响头呗，反正李辉妈是要给你改口费的，收红包之前磕个响头，不过分吧？”其他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此时，一股无名火从我心底狠狠升了起来。我幻想过无数次接亲的场景，有激动，有伤感，又或许有失误，可此时却是狼狈和不堪。我甚至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周围的人还在笑，我握住拳头，用眼神狠狠瞪着他们，示意他们别再说了。可他们却笑得更开心了。你们快看啊，这新媳妇什么眼神啊？被婆婆治理了，还不服气呢？是不是治的还不够啊？桂芳，你赶紧让她磕头呀！你不会是管不住儿媳妇吧？说出去不得笑掉大牙呀！听人这么说，李辉他妈顿时强势冲我命令道：“你给我磕个响头，我就给你个红包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瘪的不能再瘪的红包，在手里扬啊扬。我看着他手里的红包，顿时又是一阵无名火腾地升起来。按照我们这儿当地的习俗，改口费是10001，可他妈却说拿不出来，又道：“既然是万里挑一，那挑一是重点，我给你10.01也是一样的。”我的眼神彻底阴暗下来。见我眼神不对，他脸上的笑容也挂不住了，脸瞬间冷了下来，随即上前一步推搡了我一把：“你这什么眼神？进门第1天就给我摆脸子，什么意思啊？”李辉此时也回过神来了，他拍了拍身上的灰，缓缓站起来。我想跟着站起来，却被他一只手用力按住了肩膀。他在我头顶冷声道：“沈麦，我妈的要求不过分，今天日子特殊，把你的大小姐脾气收一收，给我妈磕一个，我妈也是为你好。”一旁的婶子拿着相机咬牙切齿喊：“桂芬，按住她脑袋磕，给她个下马威。”她表情狰狞，仿佛容嬷嬷附体。李辉他妈得了令，立马伸手过来，我却比他更快一步的一脚踹在了李辉的膝盖弯处。李辉双腿一软，直直地跪了下来。众人顷刻间瞪大了眼睛，趁着他没反应过来，我抓住他的脑袋，哐哐就往地上砸。所有人都懵了。几声巨响后，我问他们够不够响，够不够喜庆？不够我再磕。一瞬间，所有人都懵了，没有人再发出声音。趁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我又是哐哐几下，把李辉的头又往地上狠狠砸了几下。见他要爬起来，我又一脚踹了他的腿弯处，
然后拽着他的头发，逼迫他仰起头。他满脸是血的狼狈模样，顷刻间暴露在了众人面前。他妈终于回过神来了，惊恐大叫：“住手！你住手！你放开我儿子！”巨大的晕眩中，李辉再无反手之力，有2道血缓缓顺着他的脑门流下来。他妈吓得惊呆了，随即微微颤颤地指着我尖叫：“不磕了，不磕了！你放开我儿子，放开我儿子！”他想冲过来，我又把李辉的头发抓得更紧了些，然后喝住他：“你过来就试试！”他气得嘴唇哆嗦，口水飞溅，怒骂：“我是你妈，你给我磕头怎么了？说出去也没有儿媳妇打人的道理。”我冲他竖了个中指：“我是你大爷！”此时李辉的脑袋头上、脸上都是血，还有血不断顺着脑袋往下流。他妈见状，更是急得疯了：“你个泼妇，你放开我儿子，看我饶不了你！”我笑了笑，扯住他的头发，逼他仰头，然后反问他：“你觉得我需要你的原谅吗？”眼瞅着李辉已经连挣扎都不挣扎了，眼睛开始往上翻了，我这才松开了手。哐的一声巨响，他倒在地上，整个人如同死狗一般，动也不动了。他妈疯了似的推开所有人，上前拼命晃悠他。我好意提醒他别再晃了，再晃就要脑震荡喽。他吓得立马松开了手，又冲我怒目圆瞪：“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吧！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李家的大门！”不知谁打了120，楼下救护车声音响起，他妈就跟听见救命稻草似的，招呼了几个人就把李辉往楼下抬。几个亲戚跟着挤进电梯里，一边走一边冲他妈挤鼻子弄眼。这种媳妇要不得，会灾祸不断呢。等过2天，你到我家来，我给你传授收拾媳妇的技巧。楼道很快陷入了宁静。我望着一群人离去的背影，突然就明白过来，为什么婚前李辉一直拦着不让我见他家亲戚了。到了下午，他妈电话就打了过来，电话一接通，又是一顿骂：“小贱人，我儿子确诊了脑震荡，你必须过来服侍我儿子。”我好心提醒他，他脑震荡明明是你晃的呀，那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儿子要是瘫了，或者成傻子了，可别讹我头上啊！小贱人，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事实啊！再说了，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当时发生了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他妈气得牙咬得咯咯响。这么点玩笑你都开不起吗？哪家娶媳妇不婚闹啊？你要是不接受，那就别找我儿子啊！我们这都是这样的，做婆婆的必须收拾新媳妇，那你也开不起玩笑吗？我立马反问他：“你不了解我们本地的习俗吗？你不知道我们这儿都是男人给媳妇磕头吗？既然不接受，当初就别让你儿子找我呀！你不知道结婚是要尊重女方家习俗的吗？”他听起来更生气了：“你马上给我滚过来！我已经打听过了，就你这样的，我是能把你关进去的。你过来，把我儿子照顾好了，把医药费全出了，再赔我点精神损失费，我就可以考虑原谅你。不然我随时保留起诉你的权利。呵，还保留起诉我的权利，也不是从哪听来的三脚猫的知识，还在我面前装上了。”我嘴上答应下来，挂了电话，随即打电话给摄影团队：“早上的摄影录像可以发我一份吗？虽说没结成婚，但我想留个纪念。早上发生的一切，摄影团队可是都完完整整地记录在相机里了。”对方有点犹豫地说：“公司有规定，底片不能直接发给客户，需要精修，要等几天。”我加码道：“我可以出钱，我可以给你2000块，不需要精修，2000块够他们跟1天的摄像了。”那头立马答应下来，视频发过来，我截取其中一部分，给李辉他妈发了过去。“你确定要我赔钱吗？
我为什么会打你儿子？这上面视频上可都拍得清清楚楚，别说是走法律程序，哪怕我随随便便发到网上，你们一家都会被网友口诛笔伐。更何况，我顿了顿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李辉最近在升职关口吧？你要这么闹下去，他的前途可能就毁了。你确定你要这么做？他妈声音立马就软了下来。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然是互相拉黑，永不来往。不可能的，我们两家已经走到这步了，不可能说结束就结束的。你让我的脸往哪搁？人家都要笑我管不住媳妇了，那我可管不着。我没有再搭理他，直接挂了电话。可第二天，他就直接闹到了我们公司，一进门他就往地上一坐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你们领导在那儿，我要找你们领导！不明真相的前台小妹连忙把他扶起来，问他找哪个。见有不少人往这边看，他嗓门更大了：我要找你们公司的沈麦，就是营销部那个，他骗走了我儿子的钱，还把我儿子打得现在生死不明。你把你们领导叫出来，我倒要问问他，他管不管？前台小妹有些讪讪地往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。领导现在不在，这是你们家事，要不你们先回家协商去吧。协商不了，他妈彻底瘫倒在地上，声嘶力竭地嚎叫起来。他收了我儿子的彩礼钱，谈恋爱还花了我儿子这么多钱，现在说不结婚就不结了，还把我儿子打成重伤，住进了医院。我要求不过分，婚礼损失，我儿子的医药费、彩礼钱都退给我，不然我就不走了。前台小妹听到这话，顿时有些八卦地问他：阿姨，他收了你们多少彩礼钱啊？他伸手比了个数目，激动道：18000，足足18000，都够我们一大家子吃一整年了。我儿子没房没车，就想找个人一起打拼。他倒好，知道我儿子困难，还张口要彩礼。我们好不容易凑给他，他却把我儿子打成了重伤。我就问了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听不下去一点，我从里面走出来，也懒得跟他啰嗦。我直接转了18000到李辉账户上，他没料到我转账会这么爽快，整个人跟卡壳了一样，随即脑袋又是一梗：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儿子对你这么好，你花了他这么多钱，总要把钱还给他吧？我都快听笑了。你儿子对我好吗？酒席婚房是我们家出的，彩礼只要了18000，平时出去基本都是他买给我的东西，还没有我买给他的东西多。要不是他同意第一个孩子跟我家姓，我家又催着我结婚，我压根看不上他，他哪点算对我好？他激动了，一屁股从地上跳起来。你没看新闻吗？这个年代，男人不杀你，就是对你好。说着，他伸手比划起来。比起那些不杀老婆的男人，我儿子简直是个优质的男人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在国企上班，虽说一个月赚的不多，但起码稳定，房子车子早晚都会有的。不像你，私企上班，早晚得靠我儿子养你。我反问他，我也不抽烟不喝酒，我是不是个优质女人？他瞬间卡壳了，这条路行不通。他又无赖道：总之，你欠我儿子的钱，得一分不少地还给我。我再一次重申，我都说了，我和你儿子几乎都是 AA 制，不可能。他眼睛一瞪，指了指我的手机。据我所知，你手机就是我儿子送的吧？苹果手机，怎么也要快1万吧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去年我过30岁生日，李辉说要送我一份大礼。他说，因为婚房是我买的，并且我又是过整生日，这次礼物他花了好多心思才精心挑好。从前我过生日，他从来没有送过我什么。我被他说得心痒痒的，想方设法打听他给我准备了什么。他经不住我问，告诉我
他准备的是个装饰品。我以为他之前提到了房子，估计准备了字画之类的挺贵的东西吧。谁知生日那天，他给我一个盒子，我打开，里面竟然是一套情趣内衣。我生气了，他却笑得更开心了。我都说了呀，装饰品，这难道不是装饰品吗？装饰你的呀，房子是你买的，我买个装饰品，好房配佳人，哪个男人不想要这样的日子啊？快，你快进去穿上我看看！我气得脑瓜子嗡嗡的，当即提了分手。他这才明白，我是真的生气了。于是第二天去商场买了一部手机，然后告诉我，这是他早就准备好的惊喜。虽说我知道他是临时去商场买的，购物小票上面都有日期，可我还是选择原谅了他。既然他现在跟我掰扯到手机，我也开始和他掰扯。那我给你儿子送的那些又是什么？他身上穿的用的，哪个不是我买的？衣服是始祖鸟的，皮带是 LV 的，裤子阿玛尼的。如果没有我，他买得起这些牌子吗？他梗着脖子叫，那也是你愿意的，你这是自愿赠与。而你那个手机是他不情不愿买的，你必须还钱，是吗？我反问他，你确定吗？不然呢？要不是你非要送，我儿子怎么可能收？我儿子一向勤俭节约，怎么可能穿牌子的衣服？我也不多跟他废话，打了个电话给我亲戚，我们家60岁以上的亲戚都在各大商场的物业上班。我找到监控，放给他妈看，有李辉在商场试了衣服，说身上钱没带够，让我先垫付一下的。有的是东西太贵，他扭扭捏捏不想付钱，说过几天发工资了还我的。还有在商场试穿的裤子，让我帮他先买了，说等我生日会回赠等额金额礼物。总之，都是他做过口头承诺，会还钱给我的。我把视频一一放给他妈看，他妈彻底消停了下来。我也不是软柿子，拿起一旁的计算器给他妈算账。这么多年，你儿子就送了我一部手机，手机价值8999，我们凑个整，算他9000。而他让我垫付的东西，光是一身衣服就要快1万了，还有其他零零碎碎的。我给你打个折，给我5万吧。什么5万块？他妈气得又破口大骂，彩礼钱都没有这么多，我凭啥要还你5万？我反问，你意思是说你彩礼钱给少了吗？我去你妈的，你配吗？他口水四溅，你就值这么点彩礼钱？我再次反问他，那你儿子配吗？一个月拿4000块，穿的一身名牌，装什么大款呢？我给他一个期限，3天之内要是看不到钱，我就去起诉你儿子。他现在在升职关口，如果涉及官司的话，你觉得公司的晋升还会轮到他吗？我一拍脑袋，哦，或许不用我起诉，我直接透露给他的竞争对手，他们的办法应该比我多吧？你，他妈气的话都说不利索了。我再次补充，他在原来的单位吃拿卡要，和供应商勾结，这些证据我也有。也怪他爱说梦话，白天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晚上在梦里一直说个没完。我嫌吵，睡不着，只能拿手机录下来了。这些我不追究，但是他欠我的钱，必须一分不少地还给我。他妈彻底无语了，你等我回去凑个钱，凑到钱还给你，你别把我儿子的前途搅和没了。3天，我强调5天吧。他妈讨价还价，你不要把我逼狠了，逼狠的话，我儿子工作不要了，你钱也没了。3天，我再次强调，不要忘了，你的岗位没了事小，可是你受贿的证据都还在我那儿，我完全可以把他送进去。他拿的不多吧？他争辩道，我儿子跟我说过的，总共才收了几万块钱，3万就足够立案了呀。你不知道吗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
直接叫人把他赶出了公司。我以为这局我完胜了，他们家人肯定会乖乖给钱，然后互相拉黑。可第二天我刚到公司，就被人事叫去了办公室。人事经理递过来一张表格，叫我签字。你在我们这儿干了6年，N+1就是7个月工资，我一分不少的赔给你。你签个字，今天把东西收拾收拾，离开公司吧。我都懵了，我在这儿勤勤恳恳干了6年，不说辛劳也有苦劳，从没犯过错。等明年我们部门经理升职上去，我就可以顶替他的位置，做部门领导了。可现在说开除就开除，这算怎么个事儿？一时间，除了李辉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我问人事，是因为昨天我前男友家人来闹事，你们觉得影响不好，所以才开除我的吗？我又连忙保证，这事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他们不会再来了。不是因为这个。人事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，我们也很看好你，可是你在外面得罪了人，人家指明要我们开除你，否则别想合作。这个项目很重要，大家又都是一个圈子的，老总那边的意思是只能牺牲你了。我想了想，最近公司在跟进的大专案是木器公司的招标项目，而李辉他们单位刚好也是木器公司的供应商之一，自然与李辉勾结的人也来自木器公司。既然是木器公司，那用脚趾头想想也能猜出来，李辉他妈把我手里有他把柄的事告诉了李辉，而李辉又告诉了木器公司的那个人，借着他的手先除掉我。人事再次催促我，把字签了吧，我们好聚好散。其他的你也别再问了，公司决定的事，我们也改变不了的，他也只是个办事的。我点点头，直接签了字，可把我的工作搞没了。他李辉也别想好过。我回去之后就打开计算机，开始找当时保存的他与木器公司业务员里外勾结、偷拿好处的记录，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。我这才想起来，他的计算机也登录了我的网盘账号，我存在网盘里的所有资料都已经被他删除了，回收站里也没有，整个网盘只剩下了无关紧要的电影和小说。我下意识握紧拳头，是想把我逼到绝路是吗？那就看看谁先死吧。我很快从 U 盘里找到资料，然后导出来，这是我早就备份的关于李辉所有在工作中手脚不干净的证据。李辉这个人不太老实，我早就知道他在我面前装出来的对我好，都是伪装的。作为一个凤凰男，如果太过老实，很难在我们这站稳脚跟，更别提往上爬了。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对他存了些戒心，毕竟那些关于凤凰男有朝一日发达，对妻子痛下毒手的新闻不在少数。至于我跟他妈说的，他的那些梦话，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。我也不可能真的把一个梦话当作是证据。计算机显示导出成功后，我把这些整理成文件，发给了他们单位的领导，几乎是能发的人，我都发送了一遍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被带走了。一番调查后发现，木器公司里真的有个业务员与李辉内外勾结，所以李辉被带走之后，那个人也倒台了。那个人一走，我们公司原本对接的这个项目也黄了。毕竟公司新换了一个采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偏向的公司，至于这后面还有什么利益牵扯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调查结果出来后，摆在面前的所有证据足以让沈辉喝一壶了。他被判了2年有期徒刑。我估摸着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应该没有什么公司要他了，他的前途全完了。2年后，他从里面出来，再也没了从前细皮嫩肉的模样，皮肤蜡黄，胡子拉碴，整个人老了10岁，看起来很是憔悴。他找到我，
问我跟你在一起，本来就是我吃亏了。理论上来说，你就应该什么都听我的，给我钱花。凭什么婚前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就说给我买东西的钱是借我的了？我笑了笑，我只是做了你们男人爱干的事，你们整天海誓山盟，有哪些是兑现的？怎么，你们干的理所应当，换了我就不行了？他满脸都是愤恨，最终咬牙道：“你等着看吧，就我这长相，会找到比你更好的人的。”他真的开始相亲了，可他开出的条件，比照几年前他找对象时的还要苛刻，既要求对方年纪小、本地人，又要求在我们这儿必须得有房，并且他彩礼只能给18000。那些符合这些条件的，一听说他是坐牢出来的，立马就没影了。也有接受他坐牢的，可彩礼要得死贵；还有看中他长相的，也愿意接受18000彩礼的，可是达不到他的要求。找了半年，他就累了，他又来我楼下闹事，让我给他一个说法。一开始是他一个人来，到最后连他妈都来了，一个哭天抢地，要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一个鬼哭狼嚎，说我骗了他儿子的青春，要我还钱。之前他进去之后，他妈想花钱把他捞出来，结果遇到了骗子，最后人财两空。现在2人钱没有1分，工作也找不到。他们每天准时出现在楼下，鬼哭狼嚎了3天，连邻居都烦我了，物业也找上门来，要我尽快解决这件事情。我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哭，甚至还配上了喇叭。2人一边挖着盒饭，一边哭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有很多同事都单身，只要他们别再来闹事，我给他们介绍一个最漂亮、最温柔的。听到这话，李辉的眼睛都亮了，连忙点头答应下来。我把他的个人征婚信息发到网上，那种看起来越是不靠谱的网站，我越是注册了个遍。我又用翻墙软件把他的信息美化了一下，发到了境外网站上。没多久，李辉的电话就被打爆了，他自然也顾不上来我这儿闹事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发信息告诉我，他找到女朋友了。他说要请我吃饭，要谢谢我。我当然是拒绝了。等我下班回家的时候，就看见他带着新女朋友等在我家社区门口。那女孩长发飘飘，皮肤白嫩，个子比他还高一个头。他矮得跟个鹌鹑似的，搂着女孩的腰，冲我炫耀：“这我女朋友，名叫小可，东南亚人。你别说，这外国媳妇就是好，你让她做什么，她就做什么。”说到这，他命令道：“小可，给我擦鞋。”那姑娘甜甜一笑，然后真的蹲下身，给他擦起鞋子来。他抬起下巴，脸上尽是得意。等那个叫小可的姑娘给他擦好鞋子，他跟赏赐似的，吧唧在他脸上亲了一口，又命令：“哎呀，我肩膀突然好酸呐，给我捏捏肩膀吧。”那妹子自然又是照做，他得意坏了。看到了吧，这才是女人。他还说了，不需要彩礼，不需要房子，我在哪儿，哪里就是他的家。他眼睛眯起，咂了咂嘴，网上说的果然没错呀，娶妻就得娶外国人，外国女人没见过世面，最好哄了。说到这儿，他转头问那个妹子：“老公说的没错吧？”那个妹子一口蹩脚的中文，甜甜一笑：“你都给我爸买牛了，我自然就是你的人了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是应该的。”我佯装吃醋，露出一脸的羡慕，问他：“那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呀？”再说吧。他得意的神色都快要溢出来了。我觉得他还不够优秀，还得再调教调教，等各方面都符合我要求了，我自然会带他回去办婚礼。我笑了，但他不是本地人呀，你妈能满意吗？他白了我一眼，本地人能比得上外国人吗？前几天我把他带回去，全村的人都来看了，
说到这，他皱起眉头，嫌弃地打量了我一眼：“你也抓紧吧，别人老珠黄了，没人要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那就祝你幸福啊。”他扯起嘴角，得意地吹着口哨，搂着妹子走远了。从这天起，他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之前公司的同事突然给我发来一段视频：“沈麦，你看，这是不是你前男友啊？”我一看，还真是。视频里，李辉被人绑住了手和脚，被人吊在屋子外面，身上全是疤痕和殴打的痕迹。旁边的打手还在打，他呜呜的哀嚎，眼泪鼻涕混在一起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可是嘴里被人塞了抹布，压根说不出话来。一旁的妹子居然是那天他带过来的小可，他一扫那天来时千依百顺的模样，脸上满是凶恶和狠毒。还他妈调教？我他妈轮得着你调教吗？还给你当牛做马，真是会做白日梦。老娘跟你谈了2个月，都快恶心吐了。呜呜呜！李辉拼命挣扎，小可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：“去你妈的调教！你不是喜欢调教吗？老娘现在就来调教你！”他夺过身边打手上的鞭子，狠狠一鞭抽到李辉身上。我震惊了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被卖到了东南亚。视频被人发在国外的网站上，只有1小节，看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我录了屏，然后把视频发给了李辉他妈。李辉他妈立马发过来一个问号，我没有回。下一秒，他电话打了进来：“我儿子在哪里？你把我儿子绑架了。”我笑了：“阿姨，我哪有这么大能耐呀？你仔细瞅瞅，你儿子旁边站着的，是不是你儿媳妇？”他这才看见小可，顿时急了：“他们在哪儿啊？”那个小可说结婚前要带我儿子回去见他家人，结果上了飞机就失联了，已经2个月没回来了。你帮帮我呀，帮我把儿子找到，我可以给你钱。我奇怪地问他：“你还有什么钱啊？之前为了把李辉捞出来，你的钱不是已经被人骗了吗？”他咬咬牙：“我可以把我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应该能有10几万。”我颇为无奈道：“那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呀，你不知道吗？被卖去缅北的人，最后都是要被填海的。本来我做销售，认识的客户多，说不定能帮你问一问，现在工作都被你搅没了，我哪里有这么大能耐呀？”他急得快哭了。我好心提醒他：“你可以去报警，不过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太大，只能试试。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”他慌得6神无主，又似乎意识到和我说下去也没用，他直接挂了电话。后来的事，我是听共同好友说的。李辉他妈托了好多亲戚，几番辗转之下，找到了一个自缅北那边的接头人，专门负责救人出来。他说缅北那边报价10万，钱到了，他们就放人。李辉他妈毫不犹豫地把老家房子抵押出去，钱刚打过去，对方就改口了：“我当初说的是30万呢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”李辉他妈一听就知道不对劲，当即对电话那头破口大骂。对方也没管他骂得脏，一个劲儿地强调：“如果你现在放弃了，我这个10万是不会退给你的，那你就人财两空了。现在就差20万，我这边打点也是需要钱的，你出钱，我出力，咱咬咬牙，齐心协力，抓紧把这事办了。年前你儿子就能回来了。”李辉他妈只能硬着头皮到处借钱，借到后来亲戚都借遍了，他还卖了2次血，到最后好不容易凑够了20万钱打过去，对方直接把他拉黑了。他精神一下子就崩溃了。就在他感觉走投无路之时，恰好境内开始打击电信诈骗，从缅北抓了一大帮人回来。李辉他妈听到消息，精神难得振奋了起来。他一大早等在了警察局门口，老远就看到了他儿子
却是手指没了2根，腿也瘸了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肉也少了一大块，看着瘆人的很。李辉他妈话都没顾得上说，当场吓晕了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警察告诉他，李辉因为深度参与了电信诈骗，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。听到这句话，他妈彻底晕死了过去。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神志已经有些不清醒了。他被同乡的人带回了村里，但家里的亲戚听说李辉进去了，怕惹祸上身，没有一个愿意收留他，他只能住在田埂边，整天鬼哭狼嚎，见到谁都喊儿子。老家的亲戚隔三差五的给他送点饭吃，他清醒的时候还好，不清醒的时候直接把饭打翻了，砸到对方头上，让他们滚远一点。他以为所有人都是来迫害他的，其他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夏天他被蚊子咬得浑身浮肿，冬天牛棚又四面漏风，还没熬过冬天，他就已经没了呼吸了。李辉出来的时候，他妈已经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了。他坐在他妈坟前，哭了好几天。此时他老家的房子没了，他妈走了，他连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。他想去找买他家房子的亲戚借点钱，可那些亲戚之间被他妈折磨得够呛，又嫌他刚从里面出来，晦气得很，都躲得他远远的。他想来找我，可我卖了婚房，又换了工作，他想找也找不到我。他高不成低不就，想去的单位都不要他，愿意要他的工作他看不上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，到最后他连工作也不想找了。饿的时候就翻一翻垃圾桶，饱的时候就找个亭子，躺在里面睡大觉。他再也没了从前争强好胜的模样，现在每天最大的事就是和流浪汉抢地盘。他以前的同事看不下去，劝过他，让他振作起来，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，1个月能挣个1800的也行。可他压根不听，还把对方骂跑了。他的那些同事也渐渐跟他断了来往。我不知道他接下来日子会过得怎么样，不过应该挺惨的。本来他可以和我结婚，过着普通又幸福的日子，可他好高骛远，既贪图我的条件，又想保留男人的尊严，总想着花着我的钱，还要求我能伺候他。可世上哪有两全其美的事情？他现在沦落到这样的下场，也是他咎由自取。我只能说一句，活该。